快撤！知祖兄，坐下来等吧。哎，我坐不住啊！奇怪，孝娥怎么还不回来？哎，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知祖。孝娥呢？赵勇，说话。人呢？知祖兄，大人，都怪卑职大意，夫人呢？知祖，黄金贵墓地周围设有埋伏，孝娥她中了计，被人掳走了。原来就是怕出事，所以请大哥和于兄帮忙，没想到结果还是一样的。知祖，你别急，我想袭击这种事一定是王林志所为，但是以他的身份，他还不至于对孝娥下手。看来他是要拿他来做人质，来要挟。事到如今，唯有低头认错，向王林志要人了。按刚才的情况来看，对方并不是要阻止我们挖坟掘墓，而是要取命。你可千万小心。这样吧，本王与你一同前往，比较安全些。多谢王爷。哎，对了，赵勇，有没有打开黄金贵的棺木？骸骨上有什么发现吗？有。周正兄，你看，这骸骨暗黑，是中毒之状吗？黄金贵的确是中毒而死。那么黄金贵不是病死的，极有可能是被人谋杀了。王爷和常大人突然登门造访，不知所谓何事呢？是不是皇上他打扰丞相，是乃下官之罪。下官恳请丞相大人大量，把下官的妻子交还给下官。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常大人的妻子出了事，为什么向本官要人呢？下官的妻子被人给劫了。谁这么大胆，敢劫朝廷命官的夫人？不过，你的妻子到底去哪儿了？又做了什么事情啊？丞相大人，事情是这样的，王丞相。常大人为了查明水源被污染的原因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将令表弟黄金贵的墓穴打开进行调查，没想到中途被人袭击，常夫人被人掳走了。丞相大人，我夫人犯错，我责无旁贷啊！恳请丞相大人放了我夫人，下官愿意受罚。常大人一心办案，这个呢，本官会体谅的。不过，我不知道常夫人她会盗墓啊，而且这些胆大包天的人把常夫人给劫走了，所以本官也是爱莫能助啊。常知足，你身为一线副命官，竟然知法犯法，派人盗墓开棺，可怜我儿英年早逝，死后连尸骸都难保全，真是天理难容啊！丞相大人，你给我做主啊！哎呀，姨母请起，姨母请起。姨母，常大人也是一时糊涂，冒犯了表弟的遗骨。改天呢，我让常大人到表弟的坟上磕头赔罪。常大人，你说是吧？黄老夫人，是下官莽撞冒犯，是我的不是，下官正想向老夫人赔礼呢。呸！你以为动动嘴皮子，这事就可以了却？老身不吃这一套。你还我儿子的尸骨！你还我儿子的尸骨！让姨母息怒，姨母息怒，姨母息怒啊！启禀皇，我现在是李老爷。是皇。李老爷，有什么事儿啊？臣要状告常知足和程守正。你闲着没事告他们干嘛呀？他们身为朝廷命官，知法犯法，私自盗取民间陵墓啊！
来，你们当面对质，看看谁是谁非。李老爷，黄中座，没错，微臣确实私自挖开了黄金柜的墓穴，但也因此证实了导致围村百姓中毒的源头就是黄金柜的墓地。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一点。我们检查了黄金柜的尸骨，发现尸骨上染有剧毒，正好印证了为何墓穴四周寸草不生，也因此使地下水的水源掺有剧毒，令百姓中毒。啊，黄金柜的尸骨上有毒，莫非他是？没错，皇上，黄金贵的确是被人毒害致死。王爷说的一点都没错。不管怎么样，常知足和程守正擅自盗墓，终归有罪。请皇，老爷，如果不把墓穴挖开，就无法查出百姓中毒的源头，更不会知道黄金贵原来是被毒死的。可是有些人却不愿意让我们查呀，暗买家伙，痛下杀手，将我家孝娥绑架。啊，程知足，你胡说什么？孝娥被谁绑架了？臣绝对没有唆使任何人绑架吴孝娥，请皇老爷明察呀！老爷，其实事情很简单，只要我们派人到皇家一查，便知道丞相是不是与本案有关。你若查无实证呢？你要是问心无愧，又派人查什么呢？是。我知道孝娥婶婶藏在哪里。英儿，不许胡说。来，程英，乖，你说什么？我知道孝娥婶婶会藏在哪里。皇叔，那就麻烦你一趟，跟着程英去看个究竟。是，老爷。宁儿，你真的知道孝娥婶婶藏在哪儿吗？我知道这里有个好可怕的地方，就在那个树架后面。周勇，小心点。啊，来，宁儿。常大人，每个大户人家都有个密室，这不足为怪。常大人，你发现什么了吗？宁儿，告诉叔叔，你是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的？来。宁儿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那么害怕？知足兄，你先别问了，会吓着孩子的。晚一些我会告诉你真相的。2年前，程英被黄金贵绑架过。什么？我没有必要骗你，所以我才知道程英被关在那里，我才知道皇家有这个密室。其实也不止这一次，所以程英怕黑，怕别人蒙住他的双眼。我用尽了各种办法，想让他忘记这些可怕的事情，可是我始终没有成功过。发生了这种事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大人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婴儿。因为黄金贵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。你是？2年前，黄金贵杀我全家，我也险些命丧黄泉。后来我找程大人为我伸冤，岂料黄金贵竟然绑架了婴儿，大人才不得不袖手旁观。那么你们……大人，程大人，什么事？有一封信，说是给您的。哦，信封都没有，谁送来的？一个孩子，身体有些古怪，把信交到我手上就跑了。知足兄，这信上写什么？你看，要报如期之命，得从桃源县3跪9叩至黄金柜墓前，以赎骚扰死者之罪，事后必须辞官，且立誓一生不涉官场，否则即成官夫。知足兄，你准备怎么办？这次肯定是王灵芝搞鬼，我这就去见皇上。
即是无法无天。皇上，臣绝对不知道此事啊！朕不管你是否知情，不管你与皇家是何关系，务必查个水落石出。这是何等狂徒，居然敢要挟朝廷命官，缉拿之后严惩不贷。是。另外，如果孝娥有丝毫的差池，朕拿你试问。是。师姐，你说老夫现在该怎么办？石某此举，也是为了将来起事方便。可是你应该事先跟老夫商量一下。现在好了，上面责怪下来了，我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你居然多此一举绑架了吴孝娥，还在墓地上留了一封无聊的绑架勒索信。你真是气死人了！那又怎么样？干脆杀了吴孝娥，好让长知族知道我的厉害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和我作对。如果逼得紧了，就随便找个替死鬼顶罪好了，就那么简单。你说的倒轻松，哼！要是你早点听我的，绑了那个昏君，甚至杀了他，早就一了百了了。偏偏你船头怕鬼，船尾怕贼，才弄到如此地步。要怪就怪你做事情不够心狠手辣。你妇人之仁，如何能做大事？照你这么说，都是老夫的错了。不是对错的问题，而是行事要干脆利落。除掉了长知族，李树就等于断了一臂。将来就是他不参与，也阻不了我们。你想想，我的计划有错吗？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，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。真是匹夫之勇。你再说一遍，谁是匹夫？你，大人，什么事？你那么气急败坏，出了什么问题？京城传来消息，皇上去了兵部查证兵器定制的数量，恐怕兵工厂那里难不了动静了。大人，快想办法呀！你容我想一下。还有什么好想的？要我说，最简单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替死鬼。替死鬼？兵工厂是皇家的产业，和你也没什么关系，让皇家的人去当替死鬼好了。可是我表弟已经死了呀。嫩的死了，还有老的。不，她是我姨母啊，我怎么能成大事者，不拘小节？这事还能拖吗？相爷，你应该很清楚的。皇上，这是从京城紧急送来的卷宗，请皇上过目。常爱卿，据你查实，运往洛阳的兵器有多少件啊？回皇上，臣也不太清楚，但听丞相大人提过，总数应该是10万件。哦，这里记载的只有7万件呢。皇上，整整多了3万件呢。朝廷定制了7万件兵器，他们却做出了10万件。这里面不是皇家有问题，就是王林志有问题。启禀皇上，丞相求见。选。有请丞相。
皇上，臣有罪，臣罪改万死啊！哼，丞相何罪之有啊？回皇上，臣有眼无珠，错信了皇家人呐。哦，此话怎讲？皇上，原来皇家一直背着微臣私卖兵器呀。有何证据？回皇上，今天早晨臣姨母悬梁自尽，后来臣找到了一本账本，在这里面才发现了真相啊！恳请皇上过目。皇上，这账簿里面写的清清楚楚，皇家一直背着朝廷，背着微臣私买兵器，臣监管不力，还请皇上降罪呀！你只是监管不力吗？你果然不知情吗？既然丞相不知情，朕也就不再责罚你了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常爱卿，臣在。即刻查封皇家的兵工厂，一定要查实那3万件兵器究竟去往何处。臣遵旨。知族恳请列祖列宗，保佑萧娥早日平安归来。就算要知族折寿10年，也在所不惜。大人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我们来为夫人祈福的。大人，姐姐她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夫人的。对，是的。啊，多谢大伙关心。这就是用来迷晕亡灵志的药粉。对付非常之人，就要用非常之手段。我真担心大嫂会遭遇不测。可是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劫走了常夫人。王灵志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就这么定了。少娥，少娥，你在哪里呀？是给烤了吃了吗？他们把孝娥藏到哪里了？知祖兄，少正兄，是不是查到孝娥的消息了？王灵志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刚刚去见了他，这个老奸巨猾的，把什么都推得一干二净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救人的方法，我会亲自让嫂夫人平安的归来。但他始终是丞相，你有什么办法让他放人呢？对付非常之人，就要用非常之方法。知祖兄，你只要好好的待在家里，我会亲自把嫂夫人带回来的。相爷，你刚才说的证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根本没什么事情。哦，下官只是想请相爷到府上喝喝茶，然后住上1、2天而已。程守正，你要耍什么花样？下官相信，常夫人被掳跟大人一定脱不了干系，只是苦于找不到证据。既然如此，下官只能用非常手段来救常夫人。你敢？相爷，你知不知道这茶里有迷药？相爷一会儿不省人事之后，我就会用相爷来换常夫人。还有，相爷，你知道黄金贵是怎么死的吗？就是被我用这根毒针毒死的。相爷也想尝尝这根毒针的厉害吗？你这个混账！你！林芳，来了。快进来！好。
昨天到现在一直不见踪影，相信一定是被他们劫持了。好一个长之族，真是让人始料不及，有点惊喜啊！他要我放人，我就放人了吗？将军，不放不行啊！万一相爷有什么闪失的话，好，他要跟我斗啊，我就还他颜色。我先把他女人杀了，再将衙门铲平，将相爷救出来。我看他奈何得了我？将军，这万万不可啊！哼，在我眼中，没什么不可以的。这个我绝对相信。但是事情如果闹到如此地步，必然会惊动皇上。皇上一旦追查起来，相爷也脱不了干系，也不好解释，这样就会影响到大局。将军，您还是以大局为重吧。大人，大人，你们查到什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？依我看，这肯定是王林志做的好事，不然的话，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查不出来？志祖，夫人，志祖，夫人，小娥，你不知道我多怕回不来，以后看不到你了。啊，看到你我就安心了。寿成兄啊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志祖兄，我们知己一场，何必说这样的话呢？你真要谢我，就请我吃顿火锅吧。没问题，那太简单了。改日我叫孝娥。孝娥，你怎么了？吓呆了？我不是吓呆了，我怀疑抓我的那个人是史进，他跟王林志啊是一伙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听见的。可惜呀，可惜没有真凭实据呀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去见皇上，向皇上禀报啊。寿成兄，我们先告辞了。好，走。连日来多有得罪，还望相爷见谅。程守正，你给我好好记着，本相早晚会找你报仇的。大哥，怎么样？皇上正在午睡，所以不便打扰。不过你们放心，待会儿本王定会向皇上告知孝娥来过的事情。不，我还是等一下面圣才比较放心。啊，据孝娥说，抓他的人是史进。本王绝对相信呐，只可惜黄林氏却成了代罪羔羊，不然的话，定可以查出王林志和史进勾结的阴谋。哦，对了，皇上先前曾经问起过有关黄金贵的死因，认为若是有人有意毒害黄金贵的话，就要查出凶手，将其绳之于法。所以，皇上命知族拟审理此案，将此案一查到底。大哥，恐怕这一次是知族为官以来第一次不想知道凶手是谁的案子。哦，要做一名好官，真的不容易啊，难呐。守正也有同感，真的不容易啊。皇上下令让我追查黄金贵被毒杀一案，知族历尽艰辛。很多时候查办案件，并非像镜中看人一样，一眼就能看得真切。是与非，对与错，在人们的定义里会变得非常复杂。什么是忠，什么又是奸？就算以法规的角度来衡量，也不一定说得清楚啊。我一直想成为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，可是很多时候，因为很多原因，我们或多或少会做出违心的决定。守正，守正，我实在是愧对自己的名字。所以做个好官，有时候要比做奸官来得更奸才行。要不然的话，怎么能斗得过他们呢？甚至于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还要使用一些非常手段。不过话虽如此，我们总不能以身试法、知法犯法，你说对吧？对。可是当你看到他们罪有应得，但是却苦无证据，到了最后，你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逍遥法外。
赤足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无论做人做事都应该有条底线，超越不得。一旦超越了，就是知法犯法，以暴制暴。有道理。但是当你自己和你的家人牵扯其中，生命受到威胁，难道你还要袖手旁观？难道你还要让这种罪犯猖狂下去吗？逍遥法外吗？这我真的不知道。不过最近孝娥2次出事的时候，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知足，你比我幸福。此话怎讲？因为你有皇上和王爷做靠山，对吗？我觉得应该这样说：如果我走正途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帮助我；如果我走歪路的话，他们也不会徇私帮我。否则的话，就是知法犯法。那我们跟罪犯有什么分别呢？孝娥回来之后告诉我，是因为你在王灵志的茶里下毒，所以他们才偷偷把他放了。这次我非常衷心感谢你，不过，同时要告诉你一句话：黄金贵很有可能是被毒杀的。我一直在想，你提醒我去追查兵工厂，其实只是误导。你是不想让我去碰黄金贵的墓穴，对吗？皇上，程守正居然以身试法，下手毒害本官，同时本官怀疑他就是毒害黄金贵的凶手。王灵志已经向皇上状告你毒杀黄金贵，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婴儿。守正兄，可是事已至此，你去自首吧。程守正，黄金贵可是被你毒害致死的？是，黄金贵是微臣毒杀的。杀得好！肃静！肃静！你为何要杀害黄金贵啊？回禀皇上，黄金贵为了抹杀自己的罪行，接二连三地绑架小女成姻，迫使下官不能起诉。下官想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因此下官毒杀了他，免得他祸害人间。程大人，你的宝贝女儿在我手里，你要敢替秦明芳申冤的话，莫怪我手下无情把你女儿给杀了。这个黄金贵真是罪大恶极呀！连那么可爱的程英都要绑架，我看死就死了吧。你是一介书生，不会半点武功，黄金贵家丁无数，你怎么下得了手呢？他由始至终不知道我在他身上下了毒。黄公子，小女只是个孩子，你何苦3番4次的为难她呢？老子也不想啊，那不都是给大人你逼的吗？老实说，我这个人并不太喜欢孩子，可程英这孩子倒是蛮可爱的。这要万一他受到什么损伤，挺可惜的，对吗？那好，大家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我怎么做，你才可以放我婴儿？大人是明白人，你能不知道怎么做吗？我这个人呐，最不愿意勉强他人。如果你不情愿的话，就算了。哦，慢着。那好，萧顺被打成重伤一案，赔款算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就对了嘛！啊，来，少爷有什么事？把那女孩送到程大人的衙门去。赶快去吧。是啊。程大人，以后咱们官民一家，大人肯定少不了好处的。来，这杯是我谢大人的，谢大人网开一面，又替金贵躲过一劫。来，客气了。大人，你丧母多年，这有时候也应该去消遣消遣，开心开心。过一会儿我带你去怡红楼，咱们一边开心一边庆祝一下我们今后愉快的合作，怎么样？哎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走吧。
啊，走。黄公子，怎么了？什么东西刺了我一下？啊，没事吧？请。啊！黄金贵罪大恶极，其死不足惜。但是这情形之下，你为何不找常爱卿商议一下呢？回禀皇上，元帅救不了禁火，就算告到朝廷，也是无功而返。那是因为所有的奏折都被王丞相和他的手下搁置下来。哦，王丞相可有此事？臣一向公私分明，至于其他官员，臣不敢妄下断语啊。皇上，既然程守正已承认所有罪行，臣恳请皇上治他以死罪，以还皇家和死者一个公道。皇上，程守正知法犯法，虽罪不可赦，但值得同情。一切皆因黄金贵触犯王法，以小孩相胁，胁迫朝廷命官，守正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，请皇上从轻发落。说黄金贵藐视王法，那只是程守正的片面之词，难以服众。程守正毒杀黄金贵证据确凿，请皇上明察。爱卿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回皇上，丞相大人刚才所说的，无疑是合情合理，但刚才王爷也强调了程守正的无奈。历朝律法皆按情理法来编纂，只是以情、以理还是以法为宗，则各朝皆异，各法不同。若然守正只是个普通百姓，则情有可原，他这么做是出于自卫，无可奈何。但如今知法犯法，理应罪加一等。程守正与下官是多年好友，微臣实在不宜妄下判语，请皇上见谅。黄金贵该杀，你杀得对。可是作为朝廷命官，藐视王法，这算来算去，左右还是得死啊。皇上所言甚是。不行，本意已决，即刻判。皇上，民女秦凌芳愿替程守正承担一切罪罚。凌芳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岂有代替之理？草民愿代程大人受罚。草民愿代程大人受罚。尔等难道不知道大唐律例，杀人者死吗？皇上，程守正无疑是为民除害，跪在这里的百姓全都是受害者，不然何以要用性命相抵呀？皇上，黄金贵禽兽不如，死不足惜，请皇上开恩，赦免程守正死罪。求皇上开恩。婴儿，皇帝叔叔，我爹是好人，是好官，他是为了我才杀人的。婴儿从小就没有了娘亲，你再把我爹杀了，婴儿就变成没爹的婴儿了。皇帝叔叔，求求你了，可怜下婴儿吧。如果你将我爹杀了，我会恨你一辈子的。婴儿以后再也不和你玩了。也罢，黄金贵罪大恶极，本该当诛。程守正也算是为民除害，但是知法犯法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发配充军5年。谢皇上开恩。
帝叔叔，燕儿以后都会跟你玩的。婴儿，爹。林芳，周正雄，今日一别，恐怕要等5年之后才能看到你。你有什么放心不下的，尽管交给我办吧。知足兄，大嫂，请受守正一拜。哎，别客气。多谢二位为我求情。不过，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女儿，劳烦二位帮助林芳照顾小女。程大人，你放心吧，我和知足一定会把你交代的事办好的，一定要保重啊！我还等着喝你和秦姑娘的喜酒呢。哦，对了，我也没什么好报答的，这药方是我多年的研究，可以延续你们的香火啊。真的？哎，真的不用，咱们顺其自然。药方有没有用，一定要试一下的嘛。哎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谢谢。邱大人来了！各位父老乡亲，你们对我的好，我铭记在心。守正在此谢过了。谢谢。爹，你不要离开婴儿嘛！婴儿乖，不要哭。爹暂时不能照顾你，不过爹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婴儿最乖了，你要好好听新娘亲的话，知道吗？婴儿明白，也会好好照顾我的新娘亲的。爹放心好了。乖。林芳，婴儿承你照顾，多谢了。大人放心，婴儿这么乖，林芳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林芳，等着大人回来。首长在此谢过了。程大人，我们该上路了。赵部堂，进一步说话。程大人有何吩咐？没有。公堂书桌的第3个抽屉里有一本笔记本，是我多年来对毒物的研究，就当我送给你的礼物吧。谢程大人，保重。不客气。知足兄，嫂夫人，告辞。保重。保重。保重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让你千万不要胡来。现在好了，害得自己损兵折将，连兵工厂都没了。那是意外。什么？不能怪谁。哼，意外？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要不是你自以为是，会落到如此下场。好了，现在连皇上都怀疑我了。以后我们行事，
要更加小心呐。怀疑又怎么样？那不更好吗？提醒我们是时候要加快步伐，尽快完成我们的避世大业。看你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那好，你现在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哼，很简单，我早就总结了我们种种失败的原因，得出了一个结论。什么结论？要推翻昏君，必先断他左右臂。你是说李树跟常之祖？没错。之前我们的大计每失败，就是因为有他们俩的阻碍。哼，子言有理。你现在有什么好的计谋吗？先杀李树，再除常之祖。